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车辆上动力计前的车辆整备跟设定。挡车跟速克达的部分，其实设定都是一样的，整备也是一样的。那差异就在速克达的部分，我们会多了一个固定传动的部分。那在后面会跟大家做说明。硬体准备的部分有包含我们的 ECU、F1、1对多的扩充线，然后 iLink。接下来呢，我会为大家介绍，就是我们会先在我们的云端资料库，然后你开启云端资料库后，找到适合这台车的 base， 像我们这台是原厂的进站，那我们就下载，资料库，储存在桌面，开启我们的 AMS 档之后。我们会首先会确认车子的 CC 数，那像这台是125cc，那我们就填入125cc。再来就是开始进行喷嘴流量测试的部分。首先在工具栏里有一个喷嘴流量测试的选项。我们测试之前呢，那我们要先确定喷油嘴已经从气管上拆下来了。那要确认量杯跟喷油嘴间的那个稳定性，确定远离火源，还有一个电瓶电压需要大于12.5伏。OK， 完成确认完之后，那我们进行30秒、1分钟、2分钟的测试，可以选择，那就看容器的容量去决定。那我们现在用30秒来做测试。好，测试开始。测试完成后呢，那因为我们是以30秒为计时的单位。所以我们在填喷嘴流量的时候，你要乘以2，因为我们是以分钟为单位计时的，所以你就把你量到的容量乘以2就可以了。然后填入我们的 D1 INJ Fuel VOL 里面，然后就完成了喷嘴流量测试的部分。那刚刚做完喷嘴流量测试后，那接下来挡车跟速克达的差异就是速克达有传动的部分要设定，因为它是 CVT 的，没办法固定我们的齿比，然后因为我们在动力机上需要固定转速去调不同负载的变化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针对速克达的部分，我们会有测一个铁环，然后接下来会拆解后来跟大家说明如何安装。那我们把前面的普利盘拆下来，然后把珠子取出，然后将我们的铁环套在这里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然后安装回去，这样我们的齿比就可以固定了。OK， 那在测试之前呢，我们还要确认胎压。那胎压的部分就是依照它的那个手册上说明，最后一项动作就是把我们的动力计的转速计接上我们的扣油的讯号。接好后，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动力计的测试。接下来我们完成了基本准备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车辆的油量调整。首先我们会先调整怠速的部分，再来就是会调整没有负载的部分。接下来再进行整个油图的调整，然后再完成最大马力的油量的调整的部分。完成基本设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调整油量了。当引擎的温度，一般水冷的车，我们引擎温度高于70度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调整。那气冷的话，可能要到80度。首先，我们先调整怠速区域的油量。那怠速区的油量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表格全部选择，然后调整怠速的油量到目标的空燃比。这样怠速的油量就调整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调整空吹的油量，就是引擎在最小出力的部分，大概是这一个区块。我要先把车子的中柱架起来。
尽可能的油门转的幅度比较小一点。可以看到我们在引擎的运作范围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，就是在最上面的部分。所以这个区块就是引擎可以达到的最小的负载。那假设在这个点，我们再看它的油量是否跟目标空转比一样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把它调成跟目标的空转比一样。然后慢慢加大油门。依序把各个转速的最小负载的油量都调整完成，我们就完成了最小负载的空吹油门的油量调整。